越看我越觉得不对劲儿的。中国的舆论场上充斥着一个巨大的谜团，背后似乎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将近2万名中国的网民跑到美国大使馆的官方账号下边留言，讽刺中国的经济，批判中国的股市，到今天为止还在不断增长中。中国的舆论监管部门到今天为止居然都没有出手，一切太不正常了。到底它的背后阴谋是什么？今天我们来好好聊聊。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虽然微博之前封杀了人民日报的文章，所谓的整个国家充斥着积极向上的氛围，因为那篇文章已经被群嘲，成为新年以来的最大笑话，所以微博不让大家去讨论了。这个话题显示说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他似乎不想大家去谈论，去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OK 啊，可是大家还是能够在微博上去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发泄自己的不满。比如说到美国大使馆的官方账号下边，当时中国股市跳水跌破2700点的时候，美国大使馆的官方账号最新的一篇文章是告诉大家怎么保护野生动物是关于长颈鹿的。结果底下的留言开始完全讲另外一个话题了，讲中国的股市，讲他们生活多么艰难，讲对中国政府的不满。 OK， 然后呢，这个美国大使馆似乎呢没有搭理这个事儿，然后又发了一条是使馆的发言人恭贺大家新年的一个影片。在这个影片当中，他说龙年大吉，生龙活虎，这一年有什么事情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话里有话啊。结果中国网民跑到这个帖子底下发表了大量的评论，现在已经超过 1.8 万，光点赞就将近13万。我们简单的看看前面这几条点赞最多的最热门的，我们就知道大家什么意思了。有人说点赞功能被锁，无法点赞了，希望中美两国友好交流，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祝愿美国永远繁荣强大。现在都明白了为什么要爱自由大过爱生命了吧？我为之前诋毁漂亮国的言论而真诚道歉，对不起。太羡慕美国人，我要移民。上一次看到类似的言论还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我们流行去看网易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自由派，支持改革开放，支持自由民主。然后呢，当时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话叫做美利坚人类的希望。后来习近平上台，中国开始开倒车，开始闭关锁国，跟西方开始发生冲突，对国内的言论管制越来越严，所以就再也看不到这样的言论了。因为谁敢说这个言论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恨国党，被扣上这样的帽子，谁还敢说呢？没想到时过境迁，今天居然又再次出现在了微博上，出现在了美国大使馆的官方账号下边。当然了，大家出现这种言论也是因为正好借由很多人的利益受损发泄不满，来表达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然后还有人说，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那么温和的批评也会变得刺耳。如果连温和的批评也被禁止，那么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被允许，那么赞扬的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这个世界只允许一种声音，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这也是经常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说法，再次被大家提及。当然这里边也不是完全没有五毛粉红也有一个人说好厉害的远程养殖技术。这什么意思呢？养殖的殖就是殖民的殖，他们把反对中共独裁政府说成是支持西方殖民主义，所以就把这些人说成是殖人。他就说这是远程养殖技术，就是美国在中国养了一批支持美国的这些汉奸。结果这个人说这句话之后，底下有400多人在骂他，说今天你发帖不够，减刑没你的份儿，在调侃。因为很多网上的留言实际上都是中国各地的网评员就是其中甚至包括很多地方的监狱，就是一些服刑人员，让他们去在网上不停的发帖，带风向带节奏，可以累积积分获得减刑。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在中国不少地方的官方网站上都是有报道的。底下还有很多人在骂他，说又要减刑了，说不知道阁下身处哪一阶层，又回到了酷扣帽子的年代了吗？你能让官媒打开评论吗？正是因为很多官方媒体和官方账号把评论功能给关闭了，所以大家才去了美国大使馆加边留言，因为美国大使馆没有屏蔽任何的评论那么这就奇怪了，为什么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居然有这么多的反对声音，甚至是支持美国、支持自由民主、
反对专制独裁。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大有人在，虽然在中国的这个人口比例还是极少数，但是大有人在，仍然有很多人，包括翻墙看我公子沈节目的观众。可是问题在于，这些留言为什么都留着呢？没有被删除。当然，你可以说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这是在美国大使馆的这个账号底下，因为在微博的这个审查机制当中，外国政府这是特殊的一个 category， 你不能用普通的审查标准来套用。他们有专门的人、专门的部门、专门的程序去审查这些留言，所以说你不能轻易的去删除他们发的贴或者他们下边的留言，而且他们删什么还有层层的上报，让上边的领导来批准才可以，毕竟它涉及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美国大使馆的官方账号底下还有一些言论自由的空间。可是在我看来，如果政府真的觉得他们太过分了，想要去屏蔽他们，也不是没有可能，就是你背后可以做很多手段，包括算法，包括关键词，仍然可以屏蔽大量的留言。但是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现在已经过了超过2天的时间了，居然政府官方的审查机构没有下手，我觉得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据我的分析有这么2-3点。第一就是说，政府需要这些人有一个发泄渠道。这些人的发泄渠道如果是在美国政府的这个官方的账号底下的话，它是有一个局限性的，对吧？你在很多中国政府的官媒下边是看不到的那至少把这个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只控制在一个账号底下，这样更好管理。但是你不能够说不给他们任何的发泄渠道，如果不给他们任何的发泄渠道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想通过其他方式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发泄，那反而不好管控。这是从这个监控的角度、维稳的角度去思考。这在中共官方有一个术语叫做舆情管理，不是说它全部是封杀了才叫限制言论自由他用这种方式限制一部分言论自由，给你开一小口，这也是限制言论自由的一个方式。毕竟人们需要有一定抒发的管道，如果连这个管道都被封闭掉了，那可能大家都会走向更极端的方式，甚至造成一些社会不稳定这个社会治安问题。所以它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发泄渠道。那这是一方面。那第二点呢，就是习近平在拉清单，你们毕竟是少数人，就算中国股民这么多，真正敢跟中国政府对抗或者是公开表达不满的仍然是极少数。你想这么多股民，据说有2亿股民，对吧？但是在美国大使馆的下面留言的人数只有1万多人，1万多人在中国那简直是太好去镇压了，这个规模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他可以看你们到底都是谁，把你账户都盯上，对吧？到时候一个一个算账。习近平毕竟是文革时期长大的，他对毛泽东的引蛇出洞非常了解，他就看你骂到后面，你看看谁敢采取更过分的手段，就直接警察找上门来了那这是第二点。第3点，我认为就是习近平在通过大家去攻击这些国务院的某些系统或者是这个金融体系，未来好找到借口去进行更大一轮的清洗。什么意思？就是这一群人负责中国经济、掌管中国经济的，他并不一定都跟习近平是一心的。虽然大家都表面上是效忠习近平了不再效忠江泽民、胡锦涛了，而且大家也抛弃了李克强，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真心的？习近平的命令通过李强能不能直接让这些人去完全落实，这是需要打个问号的。你们会不会阳奉阴违？会不会偷工减料？会不会把上边的指令打了折扣？那么习近平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号召底下的人去攻击这些部门。注意没有人骂习近平这里面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是敢直接骂习近平的，所以这些人都是针对国务院，甚至都不是整个国务院，是针对掌管经济的部门。我们就说现在股市都跌到这个程度了，它如果继续这么跌下去的话，是不是需要关闭股市？我很早就讲过了，就是中国现在整体的经济它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全面的结构性改革，对吧？那怎么办呢？它现在还是完全依赖全球市场。那这种情况下，它如果不能够继续的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的话，它只有死路一条，它只有越来越萎缩，导致整个政治上出现不稳定。那么为了维稳，为了它的政治上的统治，
那他需要改变一个治国思路，就是不再依靠全球资本市场，而是回到过去那个强调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年代。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需要股市？他不需要了，留着股市一直是打自己脸，然后既不能够融资，然后现有资金还在不断的外流，然后还有这么多人在不断的攻击中国的股市、中国的经济，对吧？何必呢？直接关闭，不需要了，大家也没有可骂的了，大家没有地方去投资了，不需要进入股市投资了。习近平都已经很明确的释放出这样的信号了，就是所谓的脱虚向实。那什么是虚呢？那当然就是金融市场了。这东西是钱生钱的东西，是最被马列主义者所唾弃的。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关闭股市，一直到改革开放才开始恢复股市，当时也受到很多阻力。为什么要恢复股市？我们不是共产党吗？我们不是相信社会主义吗？对吧？你怎么玩这些资本主义的玩意儿呢？总之，如果他现在继续的开倒车，继续的从过去的改革开放那样的一个 mindset 那样的思维模式转变为他为了维稳去强调党的统治，那么股市就越来越变得鸡肋，越来越不需要了。所以说不是没有可能他未来会全面的关闭股市。当然现在他可能还做不到，但是他做不到就导致什么结果呢？天天挨骂，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把股市再给吹起来了，对吧？全世界的资金在不断的撤离中国，中国自己的资金呢又不够，还不够维稳的呢。我说现在在完全朝向公检法和军队倾斜，他没有资金去投入到民营经济，投入到经济当中也都是给国企央企，对吧？然后中国的内需又拉动不起来没人消费，大家还有这么大的经济压力，股市是绝对恢复不了了。大家信我这句话，就算大家不相信说共产党会倒台，习近平会倒台，但是一定要相信中国股市是绝对起不来的，包括香港股市在内，因为根本没有经济基本面和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去做支撑，怎么可能起得来？除非就是吹大泡沫，国家队入场，对吧？现在国家队已经入场了，最后大家看到结果了，对吧？然后舆论不断的宣传，不断的炒作，说中国经济多好，未来多么光明，对吧？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结果呢，现在却引发这样的闹剧。所以我奉劝还把钱留在中国股市的，尽早撤出。当然，你如果是只是一些小钱投进去玩一玩而已，无所谓亏损，那也没关系。但是你觉得这笔钱可以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不要放在股市当中，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被割了韭菜。那么另外，我今天在脸书上面写了一段话，是关于中共大外宣的总结，就是我们看看他们的话术现在都有什么。民进党等于共产党，台湾民主是假民主，台湾政府执法等于政治迫害，两岸的问题就是关于祖国统一，而统一问题是中国内政，赖清德就等于台独，而台独就等于战争。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这些就是现在目前大外宣的统一口径。网上还有一种人在讲说，我们骂民进党和骂共产党完全不冲突。有这种想法的人，如果不是五毛大外宣的话，那就说明他们没搞明白一点，就是你把共产党和民进党等而化之，而民进党只不过是台湾的一个现在甚至是国会没有过半的民主政党而已。你不能够把骂共产党和骂民进党放在一起来比较，因为民进党比共产党要弱势的多。你骂民进党就真有可能把民进党推翻，民进党就可能失去政权，包括现在立法院，对吧？已经是国民党天下了，更不要说台湾这么多的县市长都是国民党的，人数远远超过民进党，所以它是一个弱势的。而共产党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强势专制独裁势力，所以你怎么能够说两边都骂？实际上你在帮助共产党，因为他们俩一个是极为微小弱势的，一个是巨大的庞大的而且世界的公敌。如果你一碗水端平，所谓的用理性中立客观的角度去切入的话，实际上你是在助纣为虐，帮助共产党消灭民进党。而且你真的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民进党不是独裁政党，它是要依靠选票的，而选票是会被带风向带节奏所影响的。如果你真的是个反共人士的话，你的做法就是亲者痛仇者快了。其实理论上来讲，骂民进党没有问题，因为任何政党都应该被监督被质疑被问责，但是
轮得着我们外国人说话吗？这是人家台湾内部的事务，而我看到很多中国大陆的一些人在骂民进党，我觉得更可笑了。台湾人如果去骂民进党，因为你投票投了国民党或者民众党，你看不惯民进党，没问题，对吧？这是民主政治的其中一个部分。可是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去攻击民进党，非要把民进党拉下马，你什么意思呢？甚至我都不认为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去骂美国的民主党和骂美国的共和党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对付共产党的话，就没有必要转移我们的攻击对象，没有必要把矛头指向中共最痛恨的势力。反共是美国两党共识，我们是应该支持民主党和支持共和党共同的签署法案，共同的对抗中共，同样也支持台湾政府捍卫台湾的主权，这才是我们真心反对中共、支持自由民主的人士应该有的最基本概念。这是对这期节目做一点小小的补充，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看到有超过一半的人只是看我节目还没有订阅，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关注。还有我有了自己最新的脸书专页，这是我在脸书上唯一的一个账号，之前的账号全部作废。之前有个公子视频，我连密码都给忘了，我重新来过，我把链接放在下边。如果大家有脸书账号，欢迎关注追踪。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